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谈微积分。所以从刚刚那边讲，基本上我们要谈的是变化的事情。那什么叫微积分呢？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大概是这样。好，假设你这个月初有一笔钱，有1000块钱，然后呢，你每天记账，所以第一天比如说花了几十块。第二天又花另外几十块，第三天要花比较多钱100块记账，然后第4天呢，爸妈零用钱进来了，好加多少钱 ？OK， 所以在这个账目上每天都在变化，对不对？你注意到它是一个变化。然后呢，你现在探讨这个，你这样记账记到下个月，所以从这个月初1号一直到下个月初的1号，你总共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是把中间那些变化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OK？ 所以假设这是第1天，这是第2天，第3天，第30天，我所有的 AI 就是变化，每天的变化值可能正，可能负，可能增加，可能减少，好，那你每天你在第1个月的时候本来有多少钱？你现在把中间这些变化全部把它加起来以后，就得到最后的钱，好，那中间这个差别，每天这个变化，就是差不多就是微分，你把它加起来以后总和是多少？差不多就是积分，微积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学问。那说这样我们就下课了，这也太简单了吧？好吧，这中间唯一的差别是这样。关于这个变化，其实中间有点玄机。那中间第一个是说，其实我们有兴趣的，要谈的是函数的变化。那函数因为有很多种所以它不是很单纯的记账一格一格的差，但是这个基本原则仍然是对的。我后面还会用类似的想法跟你们讲，就是第一个是差别差别就是变化，第二个是差别的累积，把它加在一起就变成总和，那这是积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好。可是关于这个变化呢，我说刚刚中间说有一点玄机。对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这个变化，也就是说差异到底这个差异是在差异本身比较重要，还是它的变化率比较重要？譬如说，我现在要从这个讲台从这边到那边，那我人站在这边跟人站在那边中间有个变化这个变化你可以用这中间的距离差别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你现在记录说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去，假设是一只兔子，它从这边到那边非常非常的快。但假设是一只乌龟，从这边要到那边你们就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因为你懒得看开始看你的 check 你的 Facebook 看你的电影那偶尔看一看乌龟可能差不多才在这里而已。OK， 我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位置从这边到那边，你记录这个变化，但这个变化呢中间其实是有时间的因素你不能光只是看差别。那通常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看的是变化率。那刚刚我讲这个例子，其实从小学你就学，这叫速率，就是变化的距离，然后除上它的时间。OK， 这个我们称为变化率。譬如说，再举个例子，譬如说，你说赚钱，假设赚钱。那有一个人呢赚钱，他的口袋这一刻跟某一刻中间就差了1万块钱，
那1万块对各位来讲应该算多吧？哦，这个人如果是在，比如说1分钟之内啊，就多了1万块钱，你一定觉得他非常厉害。但他如果花了50年赚到1万块钱，哦，你会觉得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中间差1万块钱，这是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中间呢，其实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在里头。你的时间决定你的变化率，然后这个变化率呢，可能跟你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决定了你刚刚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上的差异。OK， 或者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刚刚讲这个你的零用钱的例子我就稍微改一下这个例子，比如举例来讲，你从1年的年初好了，从年初开始，一直到1年的结束，那假设你每个月存3000块好了，假设这样，存3000块，所以1年你总共存了36000块。那但是你如果用每天来描述，假设你改成你平均来讲每天存多少钱，那你的3000块除以30，你每天大概存100块钱，所以你这个差异到底要记成3000，还是要记成100？那我在刚刚这个问题里面描述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清楚，所以你根本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假设你把这些框框全部拿掉，我只是说我的差异是3000，一个人说我的差异是100，那这里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光只是这样讲，就是我钱的差，每个月的差是3000块，跟我每天差100块，你会觉得它一样，是中间你做了某一个思考，然后你把它想成是一样的，平均上来讲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就是我每次存钱存3000，另外一个人说我每天存钱存100，每次存钱存100，你其实不晓得这中间的差异是什么，知道我的意思？不，应该是说你知道它的差异，每次差100跟3000，但是你到底多久存一次呢？这才是重要的事情。OK， 那因此每个月存3000跟每天存100。这个就是我们讲变化率，它是一个差异，然后再除以时间。所以在微积分的问题里面呢，下一个重要的是，当你考虑变化的时候，其实你要注意的是变化率。OK， 好，关于变化率是不是还有 ？OK， 好，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刚刚讲第一个讲差异是变化，第二个讲差异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变化的那个变化率，然后第三个呢是变化率啊。如果从你希望资讯越多越好，这个变化率，它的时间。这个时间单位越小越好，那这是原则，我没有说这一定是对的，什么意思呢？因为，譬如说，你说你存钱好了，你从年初假设你有1万块，到这一年的最后，你的账户仍然是1万块，那这中间的变化率是多少？你年终是1万块，现在还是1万块，所以这一年你整个的变化是0所以表示你这个人非常的无趣生活都完全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你如果换成每天的变化率来讲，那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你年初在这里年终在这里，可中间可能是这样子。OK， 你的钱的这个变化呢，可能是这样子。有时候多了几十亿有时候少了几兆这样子，好了，开玩笑。但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只是变化率，你看年头跟年尾，发现什么也没变化反映你这个人好像没什么。但是如果是你的生活是这样，那你就是一个多彩多姿的人如果不是犯罪者的话，这样子。所以但是你要显现出中间这个变化呢，你只好把这个时间单位变小譬如说我刚刚画这个可能是每个月或者每几天或每一天变化，然后变化就非常非常的大。因此你在讨论这个变化率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单位越小的话，它中间
所隐含的资讯其实会越多。哦，那这是一个原则。那我没有说，因为你有时候在工具上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譬如说单位，你说小到1天，小到1分钟、1秒，勉勉强强。你说小到什么10的负50方秒之类的，啊，那可能比较困难。但是不管怎样呢，这是一个原则。OK，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谈，其实你们已经很熟的东西。所以我们谈第一个事情叫导数。导数其实就是变化率。所以假设我给你一个函数 y 等于 f(x)， 好，那你考虑在 x 等于 a 这一点，好，那我们的定义是这样。好，这是符号，这表示 f 这个函数呢，在 x 等于 a 的导数。其实我应该先写，好，我先不要写这个。就是说我如果先要把变化率写下来，我可以想成这样 ：a 加上 h， 好，写成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变化率的意思。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应该这样写 ：a 加上 h 减掉 a。比如这样子，那你想成假设这个轴好像是时间，好，当然微积分刚开头我们通常都用 x 轴，但是如果按照刚刚的时间上的变化率，哦，你可以暂时把这个想成时间，这是在时间 a， 这个是时间呢加上某一个区间，哦，可能是1天，可能是1年，可能1个月，可能1秒钟都没有关系，重点只是在比较，在这个时间的函数值，以及下一个你有兴趣的这个时间中间的函数值。那这两个函数值的差，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差异。好，比如说你刚刚的那个账户里面每一天的账户的差别，那就是这个账户减掉它，只是在你的账户里面没有这条函数而已。好，但是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写的 fa 加上 h 减掉 fa 指的是这一段。就这一段，这一段就是 fa 加上 h 减掉 fa， 然后呢除上它的时间差。哦，在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这是时间差，那这是 a 加上 h 减掉 a， 就是这一段，这个减掉 a。哦，所以呢变化率基本上就是这一段除以它。OK， 好，那当然你如果不去看函数图形，你还是可以理解，就假设你想成时间 a 加上某一个后面的区间，然后呢，这个函数是时间的函数，所以下面那个 a 加上后面就是后面那个时间的函数值减掉现在这个时间的函数值，中间有个差别，然后除以时间的差别，那就是变化率，这样子。OK， 那依照我们刚刚的原则，我们希望变化率呢越小越好，所以干脆让它小到非常小。我们让它取极限，那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写 h。好，那我们定义，这叫 f'(a)， 好，这个我们称为 f(x) 在 x 等于 a 的导数。那这个极限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写法，好，我讲义上有写，就是 f'(a) 好，也可以写成这样。这两个极限是完全一样，好，这个我们在上次的习题已经看过了。就这两个其实是一样，主要的原因是你把 x 呢写成 a 加上 h， 好。因为 x 靠近 a， 所以你干脆把 x 写成 a 加上一个很小的数，好，那个很小的数是 h。因此，当你这样写的时候，就相当于 h 趋近于0，然后你把它代换进去呢，写起来就是这个式。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一样，好，意思上完全一样。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本来如果没有极限之前，写起来其实是这一段除以这一段。那这两个相除呢，其实我们知道，它其实就是过这两点，就是过这两点割线的斜率。那这是它的几何上的意思。假设你现在看，你把函数图形画出来，然后呢，你现在去看我们刚刚讲的变化率，那它其实呢，就是这两点，就是原来的这一点跟它的就是 x 等于 a， 然后它在函数曲线上面所对应到的那一点，跟 x 等于 a 加 h 所对应到的这一点，两个连线以后得到割线，然后这是它的斜率。好，所以当你求极限 limit 的时候，意思就是你要让 h 慢慢的变化变小。所以，譬如说，让它变一半到这边，所以你的割线斜率呢一直在变化。假设你在变小，一直在变化，所以一直变到最后，好不好？当 h 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呢，这个割线已经小到这个地步，到最后呢，它就相切了。它变成切线的斜率，所以这就是你们在高中在微积分就简单微积分课程里面所学到的基本的事情，就是 f 和 a 是切线的斜率，这是几何上的意思。那从这个地方呢，事实上你就有切线方程可以做。y 等于 f 和 a， 所以经过这个简单的程序其实你马上就可以求切线的斜率。任何曲线，假设你会算它的极限的话，那原则上你就可以算出切线的斜率。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定义这微积分或者微分这里面的第一步。也就是先把变化率这件事情先写清楚。那这个变化率跟我刚刚在前面讲那个简单的变化率，当然有一个原则上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前面谈的那些东西呢，基本上是有点像离散的，比如明天、今天的前中间的差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呢是用一个函数去描述这整个就是说你想要描述的东西，你用一个函数来描述它。那中间这个变化率呢，你要考虑到。当然，你还是可以写成，像我们刚刚讲，你如果不写极限，你还可以写成某个时间差，以每天为间隔，以每分钟为间隔，每秒为间隔都可以。但是原则上呢，我们希望找到最小的状态，所以我们让 h 趋近于0，让极限趋近于0，这样这个变化率呢就是最极限的状态。那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这边讲的原则呢，那它应该会掌握最多关于这个函数的资讯，这样子。好，那这边的第一个变化就是解决一个几何上你常问的问题，就是切线要怎么算。那这边把它写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前面这边谈。那我先举一个例子我们举的例子很简单，其实我们已经算过了。y 等于 x 平方。假设我们第一个例子，我们先看 a 等于1 ，a 等于1，所以我们来看 f 和1。我要写 y 好了，写 f(x)。对，其实我应该要提醒他一件事情这个地方，这个极限就是我们上次在讲极限的时候，我们说有一种极限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学完连续函数之后不就够了吗？但是我说有一个极限很重要那当时我讲的其实就是这个那这个，因为它其实就是导数变化率的基本的样子。因此我们现在算的极限其实就是我们上礼拜算过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是极限 h 趋近于0，x 平方减1所以变成 x 减1。我稍微写慢一点所以这两个可以消掉，因为取极限的时候跟 h 等于0没有关系所以它可以消掉。
但消掉之后呢，为什么变 h？ 对不起，我用那边那个定义好了。所以这可以消掉，然后这个地方剩下 x 加1的极限，你把1带进去啊，所以得到2，这样子。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算导数。那假设呢，我现在开始，我不要算1，也不要算2，我就干脆算一个 a 好了哦。比如说你感觉上好像要把它导出一个公式出来，所以我就直接去看 x 等于 a， 好 ，a 可能是1，可能是2，可能是-1，可能是-3，随便。所以我们直接去看 f'(a)， 那这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用刚刚的定义，啊，你只要记得 a 是一个定数。那一样的，这边是 x 减 a，x 加 a 减 a， 好，这两个消掉，消掉之后让 a 好 x 趋近于 a， 所以得到2a， 好，所以刚刚 a 等于1的时候就是2，大概是这样计算。那在这个计算里面呢，其实你发现一件事，就是其实你可以算所有点的导数，好，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已经得到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我给你 a， 其实我就知道它的导数是多少，好，那这个想法呢，导致于我们给出下一个定义，好，叫导函数。这个导函数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函数之后，我可以利用这个函数呢，另外导出另外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我们记成 f'(x)。那这 f'(x) 就是你刚刚因为譬如说你 a， 你就得到 f'(a) 啊，这中间的映射就是 a 对应到 f'(a)， 每一个点对应到它的导数，每一个点对应到它的导数，好。或者说，在这个图形里面，任何一个点，它所对应到的函数曲线上的这个点都有它的切线，但是每个切线的斜率都不一样，每个点对应到一个斜率，每个点对应到斜率。因此呢，它做出了另外一个函数啊，因为函数只要有对应就可以了嘛。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好，你利用刚刚这个关系，因此你定义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它的导函数。好，那如果简单的讲，就是把a 想成 x， 好，这是通常。那这在微积分里面其实是一个有时候会造成困惑的地方，好，就是这个 a 的角色到底是一个固定的数还是一个变数？好，那你在想这个问题，你要先想 a 其实本来是一个定数。哦，你只是针对 a， 然后去好好的去计算在那个点 x 等于 a 的导数，只是说你算完之后，你想说，其实这 a， 因为我刚写这个 a 的时候，其实 a 可以是1，可以是2，因此这个 a 呢对应到2a 来，本身构成了一个函数，哦，因为 a 是变化的，就是 a 可以任意的取。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重新把这个东西写成函数，哦，所以像刚刚这一题。那我就可以写成这样 f(x) 等于 x 平方，则 f'(x) 好等于2x，OK， 所以这就是它的新的函数，好，这叫导函数。那记法上呢，其实也可以记成这样，写成这样。那这是我们以后经常会用到的记号，事实上等一下习题里面很多，好。那譬如说，你可以去证明，这应该是上次的习题啊，可以证明 x3次方的导函数是3x平方。好，那这个是就最开头啊最基本的定义。那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个很常用的符号，好，那这个符号有时候很方便，有时候会造成困扰啊。这通常都是因为比较方便，所以会造成困扰啊，都是这样。
我们用 delta x， 我们去记 x 减 a， 这是 x 方向的差。这个 delta，delta 是希腊字母，通常指的就是差的意思，所以这就在 x 方向上面的差，就是指，因为这是 x 轴嘛，这 x 轴这个 x 方向中间，你从 a 到 a 加 h 中间这个差异，所以如果用我刚刚写的这个图，那这个其实就是 delta x， 或者说其实就是刚刚的 h，OK， 然后呢，我们用 delta y 表示 fx 减掉 fa， 这是 y 方向的差。就是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在讨论这个变化率，其实牵涉到分母跟分子。分母是 x 方向的差，是下面这个。然后呢，分子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 y 的，就是函数方面的这个差。那我们把这个差呢，好吧，这个实在是干脆重画一下好了。把它写成这样子，所以这是 delta y、delta x。那这在概念上比较简单，也就是说，你在讨论变化率，基本上就是 x 的方向的变化，还有 y 方向的变化。然后变化率呢，就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 所以变化率就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我们要求导数的时候，我们要求的是 delta x 要趋近于0，就是让这个三角形，随着 delta x 越来越小，它这个点在变化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呢，它也会跟着缩小，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极限。OK， 那你注意到这个记号有点暧昧就是当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其实我在谈 a 的导数，但在这个记号里面我没有特别去写 a， 那这个是习惯所以这也是这个符号稍微有点抽象，需要你特别去留意的地方。我没有特别去写这个 a。那但你如果一定要写，你可以这边偷偷加个 a， 但是没有人这样写。OK， 所以你记得它就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 然后让 delta x 趋近于0。那这个记号，当我们这样写的时候，习惯上到最后，我们会说当它取极限到很小很小的那一刹那。也就是这个三角形这三角形缩到最小那一刹那的时候，有一个极限的无穷小的三角形，那个三角形的斜率呢，就是我们的导数。那我们通常写成 dy 除以 dx。那这个符号也许你们是第一次看到，但是我们后面会在某些重要的时候会用到，写成 dy 除以 dx， 这个 d。其实跟 delta 是一样，delta 其实就是 d 这样子，只是这个 d 呢，它的差别是这样，这边呢这个 delta y、delta x 这个差呢是人间式，是人间里面的差，就你还是看到它中间的差异等到这边来呢，这个 dy 通常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无穷小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幽灵，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但它又不是0。但是它比人家都小就跟我刚刚讲这个三角形，把它缩到这边非常小，就有一个很极限的小的三角形比所有都小。然后那个它的这一边呢就是 dy， 然后这个就是 dx， 然后相除的时候呢就是导数或者你就想成切线，在那个切线的那一刹那呢有一个小的三角形，然后它相除。我不是说要你们。我没有逼你们这样想我只是说通常他们在想是什么意思。那这就是当初牛顿跟他的老师在讨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这样想的。那这个符号，这个符号称为莱布尼兹符号。
我们通常说微积分的发明的人啊是牛顿跟跟莱姆尼兹。那牛顿跟莱姆尼兹的这个中间呢，关于谁先发明微积分啊，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啊。在数学史上吵了非常久，因为中间牵涉到牛顿是代表英伦三岛啊，莱姆尼兹代表欧洲。那因为这个也牵涉到这个就是英国跟欧洲中间这长久以来的互相的竞争。好，但不管怎样，你只要知道这两个人发明微积分就够了。好，那这个符号是莱姆尼兹发明的。那这个符号某种意义上其实还蛮有用的。好，我们后面慢慢看到。不过就我们现在谈这个地方，目前只是个符号而已。好，那你把它想成这是你在其他的微积分书说不定会看到的东西。那这是一个常用的符号，所以你要记得。那在这个符号里面呢，它其实有很多变形啊，比如说 y 等于 f(x)， 所以有时候 f'(x)， 有时候会继承 dy dx， 有时候会继承 df dx， 啊，这样子。然后 f'A 呢，在某一点的导数，如果你真的要强调的时候，啊，你可以写成 dy dx a。有时候写成 dy dx x 等于 a 啊 ，df dx a 啊，有时候记成这样。那这些其实记号都差不多啊，反正就是强调这个是导数哦，这导函数这是导函数，然后这是导数 ，OK。而且我刚刚已经讲，有时候这个其实偷偷的表示这个意思啊，所以好，我慢慢在学习中间，慢慢会习惯这个事情。好，然后呢，下面是一些例子。这个例子我要在这边要强调一件事情，所以我把这个例子的结果我写一下好了。常数、函数的导数都是0啊，那因为常数的差反正是0。好，那譬如说 x 微分是1 ，lambda x 的微分是 lambda 啊，对，我在讲义上有写，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我们有时候会用口语，会用微分来讲啊，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就是你很严格的讲，你应该讲导数或者讲什么导函数、导数。但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啊，通常到后来习惯都会讲什么东西的微分，其实导数反而很少讲。所以呢，比如说我刚刚讲，我严格的讲，我应该说 c 这个函数的导函数是0，哦 ，x 的这个函数的导函数是1，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讲成x 的微分是1，lambda x 的微分是 lambda 这样子。好，那各位也要习惯这件事情。好。我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呢？因为在微积分里面啊，你们有一些人会犯下面这个毛病。好，来我问一下好了。好，因为有这个式子，这样子，对还是不对？好，有没有人觉得是对的？也不敢举手。事实上，下面应该有至少大概有1/10的人觉得这应该是对的。好，那为什么我敢讲1/10？因为每次考试都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是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因为你们非常习惯做代数等式，所以一看到公式啊 ，x 平方微分等于2x， 因此呢，反正你就开始代。x 等于10的时候，就是10的平方微分等于2乘以10，好，完全正确的代法，只是做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样子 ，OK，所以这不是一个单纯你以前学的代数等式，你要想成的是，这指的是一个函数先给你，然后你对它去做导函数，得到结果是得到的那个函数是2x，所以它是针对整个函数来讲的哦，所以你做这件事情啊。你如果现在仔细想，这个指的是9，
的导函数，其实它的意思是9的微分，9这个函数它的微分，那这个当然是常数函数，所以答案是0。这个才是对的，这是错的。OK， 那我现在已经提醒了但是我下次考试我还是会考。我在某年教微积分的时候，突然发现，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是不可能会犯错的东西，然后有一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错到这样，结果果然错成一团这样子，害我很挫折。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些例子。所以例子是说应用上的例子。那我简单讲2个。第一个例子是物理上的例子，但是这是简单的，这不是什么很困难，你们大概基本上从小就多多少少慢慢学的东西。我们用 ST 呢表示位移的函数。譬如说你可以想成一辆车，随着时间的变化，它走了多远。那我们说这个速度函数呢，其实是 limit。t 趋近于某一个 t0，我可以这样写，s， 还是我直接写，直接写 t， 这样子。我如果不写这边这个公式是基本上小学6年级就要学的东西，但当然小学不会讲位移，但它会讲速度。他在讲那个从这边走到那边有多少公尺，然后我花了多少分钟，所以这个减掉这个除以时间，那是速度。那稍微想一下你就知道这当然对，t0是你开始的时间 ，t 是你后面结束的时间，这是中间的位移的差，所以基本上是距离，然后除以时间，那这是速度。所以你现在让极限呢取成 t 趋近于 t0，表示说你考虑的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你本来从台北开到新竹，你算一个速率小学大概通常都只有到这个地步台北开车到新竹，台北开车到台中，然后速度平均来讲是多少？但是你可以想象你在这个车上你看那个仪表板随时都在动那表示说其实你有一个瞬间的速度，这个瞬间的速度呢，我们用这个来定义就是在时间趋近于 t0 差得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速度本来是，比如说1个钟头，然后你算它的平均。或者它1分钟去算它的平均，或者是1秒钟算它的平均，到了1秒钟，你差不多已经感觉到它差不多是瞬时速度了那你还可以算1/10秒、1%秒，那它就是一瞬间的速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叫瞬时速度，或者瞬时速率，好像应该叫速度比较对。然后呢，你当然可以把它写成，然后把这个记成 vt， 那这称为瞬时的速度函数有时候就直接叫速度函数。那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定义加速度的函数，因为加速度是速度的变化，写成这样。所以这个是你学完微积分，当然下一步直接会定义给你。你有位移的函数，位移函数的变化就是速度，然后速度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函数，大概是这样。不要小看这个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物理之所以就是或者说17世纪发明了微积分之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个。也就是说，因为你在描述变化的时候，你现在掌握了一个工具。那我们在慢慢再往后学的时候，就会发现呢，你利用这个工具呢，怎么样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因为物理基本上是探讨世界上的变化，就是这个宇宙的变化，所以不只是位移函数有电磁学啦或者流体啊等等之类，所有的东西只要牵涉到时间的变化，全部可以用这个来描述。所以换句话说呢，微积分呢会潜藏在所有的这些理论里面只是说有难有简单，差别只是这样子。好，那第2个例子，我们讲一个经济学的例子。其实我书上写了2个，因为我们时间
因为进度有点慢，所以我第二个例子不讲。我讲比较重要的例子。好，那这个例子叫做边际。好，边际的概念，如果你现在你有修这个初等经济学的话，好，基本经济学的话，可能一开头就学到，边际其实就是差，好，一样。好，这是差。我们举个例子哈，你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好，比如说这样，冰淇淋非常好吃。你走在这个大热天，尤其是台湾今年这么热，好，你现在走进一冰淇淋店，你现在吃第一球冰淇淋，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好，有没有？那假设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吃冰淇淋的人，一个一定是不够的，所以你会吃第二球、第三球，好，这样子。但是你很少听到人就开始吃到第100球这样子 ，OK？ 那当然你没有钱是一个可能，好，那我们假设你有很多钱好了，就算你有很多钱，你也不会吃100球冰淇淋，为什么？因为你在吃冰淇淋那个满足的感觉，哦，这个东西在经济学上叫效用。那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定律，哦，叫做边际效用会递减。那边际效用指的就是好像我们刚刚在算那个钱的时候的一样，你吃第二球跟第一球中间的满足感觉有一个差，哦，你吃第三球跟第二球冰淇淋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差，那个满足的感觉。那经济学是说你这个满足的感觉啊，它会递减，啊，你不会突然之间到了第5球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啊非常好吃，啊，你可能换了一个冰淇淋的口味了，那也许好，我们假设用同一个口味好了。所以呢，这个效用呢，它会越来越递减。等到吃到第100球跟第99球的时候，你心里面根本就觉得去死吧，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这样子。好，那这个是经济学里面我们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边际这个概念啊，不只在效用，它在考虑成本啊，这些东西，其实很多地方它其实都会用到。也就是说，重点在经济学里面，其实重点是要考虑中间的差异。以及从这个差异所得到的一些基本的方程式。那这个边际呢，如果你把它写成这样，譬如说边际成本，啊，你要生产某些东西，生产某一个商品，那你需要用多少成本？那假设用 C 表示成本的话，这个边际成本大概可以写成这样。X0是譬如说生产第 X0个商品的时候，你所用到的这个成本是这么多。这是生产第 X0加1个的，这样写不太好，应该写成这样好了。所以这是生产到第 A 个的时候的成本，这是生产再多1个的时候的成本，然后这中间是成本的差，那这叫边际成本，就是成本的差。好，但是这其实这样写是不对的。其实下面要除以1，那想要除以1跟刚刚写不是一样吗？那我刚刚讲，你有写这个跟没有写这个中间差了一个单位的问题，就是这是每差一个量的时候中间差的钱，所以中间有一个这个差别。也就是说，你要让这东西有意义啊，其实你要考虑的其实是变化率，所以，譬如说，假设你这个商品本身是一个箱子，这箱子里面其实或者说不要讲箱子，就是你把它包装成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可能里面有100个更小的单位，结果呢，你要考虑这个成本的差，当你要考虑是用1%来想，就是这一大箱里面其实分成100个小箱子，那你要真的要看你生产的时候差1%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下面就要自动除以1%，因为这样才能感觉出那中间的变化率。如果你只用刚刚那个单位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感受出这个事情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想法之下，所以当然就知道它慢慢的会接近 C 的 A 加上 H 减掉 CA 除以 H 这样子，也就是你可能让你的包装变得更小。就到最后呢，它其实就会变成导函数。
那这就是在经济学里面使用微积分的方式。哦，也许在实际上，你真的需要的是，譬如说刚刚讲那个，但是因为我刚刚已经有讲这个单位变换上的考虑啊，它其实已经让你知道说你要想成变化率。哦，那后来你经常会用导函数呢去逼近你本来的那个离散的状况。那这个是应用上的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有些问题本来是离散的问题，好，并不是真正微积分可以用的问题。但是因为微积分比较简单，哇，应该是说用起来比较习惯哦。我们先这样讲好了。所以他们经常呢会把这个问题转化成微积分的形式，然后帮忙解题。从这个解题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回来去想原来的问题，它基本上的意义是什么？好，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方式。所以微积分的应用啊，不只是说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连续，然后中间有变化，你可以用。即使是离散的时候，有时候你用微积分也可以帮忙你处理本来的问题。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个是我要讲的第二个应用。第三个应用叫做弹性。弹性其实还蛮有趣的哈，但是因为它比较受限制于它就是很特别的应用，所以我就不讲了。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谈微分的四则运算，或者导函数的四则运算。那我希望我们在前面讲极限的时候，你多多少少有一点感觉，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四则运算？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你去用极限的机会。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觉得极限比较困难，就是你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你就要去写极限到底怎么计算，都回归到那个 limit h 趋近于0的话，很多东西都很难算。那因此呢，你要有一些比较聪明的基本的计算的规则啊，免得你其实你都已经有规则的话，你还拼命在那边用极限这样子。OK，所以在这个地方也一样，因为我们在做导函数的时候，你也牵涉到极限。那所以你心里面要记得这个事情。好，我在后面在推导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我要少用极限，非不得已我不用极限。好，像这样子。所以第一件事情，如果两个函数加减在一起，好，它的导函数呢会等于各自的导函数，就相加。OK， 我先证明一下这个哈，这个比较简单，我稍微写一下。譬如说我要证明f(x) 加上 g(x)， 那我用这个方式来写好了。我现在这个写法，我直接用 x 来做，但是万一你觉得好像 x 有点困惑的话，就是困扰你的话，你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个函数这个地方呢，这样好了，我先把我现在这个写法写下来，然后我再告诉你，如果你有困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好，这是我们导函数的第一个写法，就用 h 来写。所以你现在是要看 x 这一点，然后你经过加上一个 h 以后，你要看中间这个变化率。所以呢，你现在代入 h 的时候写成这样子，然后减掉 f(x) 加上 g(x) 除以 h。如果你这样写，假设你看懂的话，那其实这部分的处理很简单，好。好，它可以写成这样子。那我再讲一次，这个地方你如果觉得会有疑惑，一定是因为我这边在写什么。但是从这个式到这个式本身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就是简单。假设你已经接受这个式子，从这边下来就是把它分开来写。然后呢，各自取各自的极限，因为这是极限的四则运算，好吧？我再稍微多写一点，就本来应该括号是括成这样子。然后呢，利用极限的四则运算，可以各自去算。因此呢，就得到 f' x。好，这样就得到这个结果。
好，但是如果你有点疑惑上面这个在写什么的话，好，那一个非常小心的写法是这样。第一个，其实它在谈的是一个新的函数，好，就是你考虑一个和的函数。应该是说，我在这边写，其实就是在写这件事情。我给你一个 x 平方，还有 x， 你把它加在一起，有一个新的函数叫 x 平方加 x。其实你经常写啊，但是你很少把它分开这样想，只是这样而已。所以，然后我现在要去算 f prime a，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在问：当我有一个和的函数，然后我要在 x 等于 a 算它的导函数的时候，它的导函数竟然是这两个函数各自的导函数，在 x 等于 a 各自的导函数的和，这样子。好，注意到我刚刚讲，和去求导函数等于各自的导函数的和，这样子。好，所以我要去写这个，因此我就可以写 limit h 趋近于0 ，f 的 a 加上 h 减掉 f a 除以 h， 因为这是定义。好，这就是和这个函数。我现在利用这个 f(x) 跟 g(x)， 我利用这两个函数，我定一个新的函数，我把这个新的函数取一个名字叫做大 F， 其实意思是这样子。然后呢，我现在要做的是针对这个大 F 这个函数去求它的导函数，这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目标。好，就是如果你原来这边看不太清楚它的意思，那其实这个就是它的意思。然后这个地方呢，你再开始把你的定义带回来。因为 f(x) 呢等于小 f 跟小 g 的和，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f 的 a 加上 h 加上 g 的 a 加上 h 减掉 f(a) 加上 g(a)。好，这完完全全就是上面这个定义。然后这个式子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个式。好，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就完全一样。所以我刚刚省略，只是省略那一步。那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假设你对和这个函数，你有先天上的直观觉得，它其实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万一不是啊，万一不是，你就可以考虑那个。其实通常我反而觉得这样写，有一些人反而会觉得比较疑惑，还不如直接这样写啊。所以这是不同的人对这个东西的习惯。那因此我两个都把它写出来。好了，那到了这边呢，以下。完全跟这边一样，写法完全一样啊，就是这个地方，完全就是这个式子，所以到最后应该会等于 f prime a 加上 g prime a 这样子。所以和的函数在 a 去取导数的时候，那它的值事实上是各自的导函数在那点导数的和，然后再让，因为这个式子呢对任何的 a 都对。所以你把这个 a 呢换成 x，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在这边写的时候是你 a 等于1 ，a 等于2，其实你写起来都是这个样子啊。你可以在这边写1、写3、写5、写7，随便啊都一样。那你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因此呢，我可以很放心的把 a 换成 x， 就我刚刚讲，当你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那下一步你就是把 a 换成 x， 因此你得到的结果呢就是这边写的式子，这样子。那这个是很小心的写的时候是这样子。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一旦一碰到说你不是很清楚，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帮助你。好，所以这是这个证明的大概的基本的式子。好，那在这个微分的四则运算里面啊，除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证明这个第一个是很显然啊，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容易记，但是下一个呢？下一个是什么？我在国中的时候不小心看到某本微积分书，然后看到这个式子呢，我就直接推出它的结果，f prime x 乘以 g prime x 这样子，觉得非常得意，觉得非常合理，应该是这样但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这样想，我也不会怪你因为你只是在猜嘛。你在猜的时候，你依照那个这么对称。然后你应该要做微分，两边都要微到的结果，你做这个猜测，感觉上还蛮合理的 ，OK？ 但是这是不对的，真正的结果是这样子 ，OK？ 它仍然是对称的，
因为这两个式子，你把譬如说 G 跟 F 换过来，其实这个式子还是一样，所以它仍然是对称的。而且呢，它也牵涉到微分，所以你刚刚想的那两个基本原则都有，只是这个式子长得比较丑，比刚刚我写的那个式子要丑。不但我们不能每天都过年，就是因为这个式子才是对的。那就是因为这个式子感觉上比较丑，所以它比较重要啊，因为大家通常记不得，会搞错这样子。那因此这个叫莱布尼兹法则，我们特别给它一个重要的名字。那在微分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则，这是第一个，这叫莱布尼兹法则。还有一个第四个我没有写出来，你记得我在极限的时候写四则运算，总是写四个嘛，一个是加减，一个是乘法，一个是除，还有一个是合成函数，但是这边我没有写，对不对？我没有写的原因是，因为实在太重要，所以只好以后再说。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莱布尼兹法则的证明。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我用原来这边这个写法。我要看这个微分。那万一你不是很确定这样的意思，那你可以模仿我刚刚写的，你可以另一个新的函数 f(x)， 你也可以这样写，就先把它换成另外的名字，然后利用原来的定义把它写清楚以后，然后发现其实就是我下面要写这个式子。好，到这个式子。这个式子相当于我在这边写和的时候的这个式子。那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去模仿，我就模仿这个方法去写的话，大致上你就是要写一个这一步。但是写到这一步以后，你就会发现，就跟会回到这边一样。如果你这边用 f(x) 去写，到后来你会发现，你写起来到最后会长得像这样子。Okay. 好，这边的麻烦是，我们唯一知道就是 f(x) 跟 g(x) 的导函数怎么定义，但这个看起来很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你并不能说这个东西，因此你就得到 f'(x) 乘上 g'(x)， 这不对啊，看不出来中间的关联。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妙的是，所以导致这个规则比较重要因为它中间牵涉到一个很奇怪的做法。那这是一种比较难想出来的数学证明。这个证明简单的讲就叫做无中生有。本来没有这一项，就突然冒出来。那时候冒出这一项合理吗？其实也对，为什么？因为它是减这一项再加这一项，所以这两项本来就消掉是零，所以你是从零中间变出东西只是变的东西刚好让你可以解决问题而已。你从零中间按照这个方式，你可以变出很多种东西你可以这个东西减100加100，然后减到这个，但是这个没有用。你可以减掉 x 平方加 x 平方减掉，这个也没有用只有我现在写的这个有用。这样子。好，先确定这个是你们看懂了就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中间我减了这个函数，又加上这个函数，重复。好。然后我们现在看，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重复的，我们现在可以拿来看一下 ，g(x) 加上 h。好，我就稍微写快一点，我把它分开来 ，f(x)。我讲一张是不是比较小心？我是不是用 A 来写？我真的用 A 写。
OK， 我写的我那个格式比较不一样，好吧？那我先写这个。好，基本上它跟讲义上写那个证明是一样，只是它用的极限的形式不一样而已。好，我们现在来看 f(x)， 这是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函数来讲，这是一个固定的。好，你让 h 去变动，影响的是这个式子。所以呢，这个地方依照极限的四则运算，得到它等于 f(x) 乘上这个的极限，这个的极限就是 g' x。好，所以右边没有问题。左边这边，左边这两个都牵涉到 h， 啊，都有。那这一部分它的极限是 f'(x) 啊，这个没有问题。主要是左边，但是左边这个函数呢，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所以你至少你眼睛看起来像是 h 趋近于0的时候得到 gx。好，依照你对极限的直观，在 h 很靠近0的时候，这个地方跑到0，所以就得到 gx， 所以这样就得到我们的结果了。好，这样就证明出来。所以就是左右各加一项，好，使得它各自呢可以应用本来的极限。好，因为你本来知道 f 跟 g 的导函数，你现在各自应用各自的局限，得到这个结果。所以这边剩下的小小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讲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出错？好，只剩下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地方我也许因为这是一个小的东西，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就好。好，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G'(A) 存在，则 Gx 在 x 等于 a 连续，好，则 limit x 趋近于 a Gx Ga， 这就是我们刚刚用到的式子。好，就这个地方，如果因为我们已经假设 G'(x) 存在，因为我才有那个公式嘛，好，所以我假设它存在。那 G'(x) 呢？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讲，它在譬如说你有兴趣的点都存在，或者你说全部都存在好了，那按照我刚刚左边写的这个式子，那表示说它在因为 G'(x) 都存在，因此 Gx 呢依照这边的写法，它在每一点都连续，所以它是连续函数。因此呢，你取这个极限的话，它就等于 Gx。OK， 就这样子。这其实就是我左边写的。那现在问题是，这为什么对？好，就是我们牵涉到的是这件事。那它为什么对？那这有好几种解释的方法，最简单是看图。好，那我们可以说，如果它不连续的话，那它这个就不可能存在。你可以这样说明。那不连续呢？我画简单的图。啊，比如说在某一个点 A， 那不管函数值在哪里，假如在 A 这一点它不连续的话，那在这一点呢，它的导函数就不可能存在了。哦，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当你的 h 越写越小的时候，中间的函数值的差呢，可能还不会趋近于0，好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举，我就举一个，比如说这样好了 ，limit h 趋近于0 ，g 的 a 加上 h 减掉 ga 除以 h。比如说这样子，你要考虑这个导函数嘛，好，这是它的定义。你想要问说这个极限会不会存在？但是呢，这个地方 ga 加上 h 啊，假如它的右边，这边这函数值减掉 ga， 中间有一个差，这个差不会趋近于0啊，因为它断掉了，所以呢，下面会趋近于0，但是上面根本不会趋近于0，所以它就不可能存在，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它不连续的话，那这个 G'(A) 呢，它其实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反过来，如果它存在的话，它一定要连续。这是一种讲法。好，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讲法是，我们也可以这样写。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写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写法是说 G'(A) 等于 limit h 趋近于0 ，g 的 a 加上 h 减掉 ga。
除以 h， 这样子。那你知道这个极限如果要存在的话，假设这个极限存在，这个 h 会趋近于0，我们已经很确定了。因为这就是它极限本来的意思，就是 h 本身会趋近于0，这没有问题。那上面这一部分，它也一定要跟着趋近于0才可以，不然的话，这个极限会出问题。只要它不趋近于0，这个极限就是不存在。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假设 G'(A) 已经存在，所以呢，这个条件会强迫上面这个也会趋近于0。但是上面这个趋近于0的意思就是 limit h 趋近于0，G 的 A 加上 h 等于 GA。这就是上面的分子，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它也会跟着趋近于0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就是它在那点是连续的，这就是连续的意思，这样子。Okay. 所以简单的讲，在这整个就是讨论这个导数的这个图像里面，它谈的是一个 delta y 除以 delta x，y 的变化除以 x 的变化。然后其中 delta x 的变化是趋近于0，就是我们刚刚画的那种图形，它两边要越趋越小，这个极限才有意思，应该是这样讲。所以一旦呢，这个上面分子的部分那个差不会趋近于0的话，这整个东西就毁掉了，这极限根本不会存在。所以它整个东西的重点都是在于分母跟分子同时要趋近于0，所以导致那个导数存在。OK， 那所以你可以用刚刚这个基本想法去想这件事情。好，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就得到后面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就证明了这个莱梅兹法则。好，第三个我可以用极限，我再写一次但是我要留给你。虽然我可以这样写，但是其实我应该要留给你，去写一下这个用极限的证明。那我在这边呢，我要用我刚刚讲的基本原则，就是我要越少用到极限越好。即使在这么简单的情况，我也要很少来用它，这样子，尽量的不用它。所以呢，我下面要讲这个3的证明我不是再回归到刚刚的极限，而是要开始应用到1跟2的法则来帮忙我。那这边呢，我用到的事情是这样。那这个很有用，所以各位要慢慢学起来。你也许不是在第一次就会用。这是一个等式 ，g(x) 乘上 g(x 分之1) 等于1，这更没什么。好，既然没什么，那我们就来微分吧。所以两个函数相等，我现在对它各自求导函数。右边呢是一个常数函数。所以这等于0。左边你不要就把它乘在一起，又等于1，微分等于0，得到0等于0，那意思就不大了。你是要利用，你现在要利用我们刚刚讲的莱梅兹法则，我们现在就来用它一次，看看会怎么样。所以你现在有2个函数相乘，我现在利用莱梅兹法则，所以我得到 G'(x) 乘上 gx 分之1加上gx 乘上 gx 分之1的微分，这个就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们要的东西。因此你现在得到一个等式，这个得过来等于0，所以呢，就用你以前学到的代数训练gx 分之1微分，你把这项移过去，再除以它，所以是负的 G'(x) 除以 gx， 然后呢再除以 gx， 得到这个式子，然后你就得到这个式，这样。Okay. 那我这个做法是，我没有用到极限，我只是直接用我刚刚已经会的法则来做，只是这样而已。那你如果心里好奇，想用极限做，当然可以，你可以试着做。也会有一点乐趣，至少比第一个要稍微难一点点，但是也不是很难，刚好适合你做。然后习题1.7，
习题 1.7 是有很多微积分书会直接写这个除法公式，好，那我也稍微写一下，所以3盘。因为公式虽然不是总是要背，好，但是有一些因为很常用，所以背的也没什么不好。那这个公式是真的比较不好背，好，如果莱米兹法则你已经觉得有点怪，这个更怪，这样子，好，就是 f(x) 除以 g(x) 的微分的这个公式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把它写出来哦，那我是希望你可以直接把它导一遍，为什么它是对的？那在这个地方你有2种做法，一样。第一个，你可以直接用极限去做，那这个很精彩，这个你写极限就会稍微复杂，好，你可以试试看，怎么样把它写出来。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我刚刚的做法，其实也不用用到刚刚的做法，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想成用莱米兹法则，好，就这个式子可以想成 f(x) 乘上 gx1去微分，那因为 gx1的微分法则你已经有了，啊，我们刚刚已经证明了，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它算出来，然后把它通分，你就会得到这个式。那这个交给你们去应用一下，好。那我讲的是这个公式，你要背也可以，事实上我经常都背在脑袋里面。那这个地方暂时呢，我们有一些习题，这些习题里面你唯一要注意的是习题1.11，不是对不起，不是唯一要注意啊，就当然你其他还是要做，但是我觉得要提醒的是习题1.11还有习题1.13。我把习题1.11写在这。这边写的是这样 ，f(x) 的 n 次方，它的微分其实会等于 n 乘上 f(x)。好，那这个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事实上我们后面就会找别的东西来取代它。那这个地方指的是说，如果你有个函数，它的 n 次方，你现在要考虑某个函数的 n 次方的微分。它事实上是等于 n 乘上 f(x) 的 n-1次方乘上 f(x) 的导数，哦，看起来有点复杂 ，OK， 但是中间有隐约看出那个规则，其中有一个规则是你们在高中其实已经有点偷偷知道，哦，就是 x 的 n 次方，哦，这我们等一下会讲这样子，但是我没有要用真的，我希望你用什么东西来证明呢？我希望你用数学归纳法。好，因为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可以用数学归纳法加上我刚刚讲的莱米兹法则就可以证明出来的东西。OK， 那我稍微描述一下中间的关键，好，就是 n 等于1，当然，好，这部分我就不讲 ，n 等于1是对的。然后我假设 n 等于 k 是对的，也就是假设 n 等于 k 的时候，这个式子是对的。所以你要证明的是 f(x) 的 k 加1次方的微分满不满足 k 加1带到 n 的式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重新把它写成 f(x) 的 k 次方乘上 f(x) 的微分，好，这样才能够跟你要归纳的东西关系把它接起来。那你在做这个式子的时候，你发现你要用到莱米兹法则，好，然后 f(x) 的微分你当然知道是什么 ，f(x) 的 k 次方就是我们刚刚的假设，归纳的假设。所以这俩一微分以后，你用莱米兹法则算出来，然后再重新把它整理一下，你就会得到你要证明的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是提示。莱米兹法则。好，另外一个习题，我写在这边好了。
它在这个阶段暂时不是太重要，但是后面其实还是会碰到。好，就是我们有曲线的参数式。我写 t 还是写 x？ 好，写 t。哦，好吧，我还是写 x、y。啊，这是我上次讲的参数式，我用这个来描述曲线。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有一点关系。好，我要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求这个曲线的切线 ？OK， 譬如说 cosine t。sin t， 啊，现在利用参数式画出一条曲线。那现在经过在 t 等于某一个点的时候，我想要求它的切线。那你先不要急着把它换成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再急着把它利用刚刚的公式，因为其实暂时你还不会。好，但 cosine t、sin t 微分我们也暂时还不会，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讲的是一个观念啊，只有观念而已，就是说。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我给你一条曲线，我用参数式描写它，我想知道切线是什么。那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参数式，我又给你点，所以针对你想要知道一个直线来讲，它上面这一点你已经知道了，因为你是过那一点的切线嘛。好，所以你真正唯一缺的是什么？是这条切线的斜率，对不对？你要知道它的切线斜率是什么。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就是你怎么样利用参数式去找这个斜率。那它的结果，我先把结果写下来啊，就 x prime t、y prime t 就是切线的方向。你有了切线的方向，你就可以求斜率了，或者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只要有切线的方向，你至少可以把这个直线的式子把它写出来 ，OK？ 所以重点是为什么这是对的？那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习题，好，我给你提示，就是你要做这个事情，你其实要回归，因为在这个地方 ，x、t、y、t 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给你，你什么都没得算，所以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你要回归到最原来的定义去想这个问题，好，也就是说，你现在假设你参数式画出这么一条线，你现在要想的是，在这一点我要求切线，那我要求切线怎么办呢？你现在让这个 t 稍微变动一下，好，让 t 加上 h， 把它带进去。那你不同的点，你会得到不同的点。这一点是 t 等于 t0， 这一点是 t 等于 t0 加上 h， 譬如说这样，好，这样子。所以你这一点带进去是 xt 跟 yt， 这一点带进去是 对不起，这一点带进去是 xt0 yt0， 干脆写下来 xt0。yt0， 然后这一点呢，写下来是 xt0 加上 h，yt0 加上 h， 因为这就是参数式的意思嘛。你变换一点点参数，你会得到这个曲线上的另外一点。因此呢，你就可以把它的割线的斜率算出来，有没有？因为你已经有2点，这是2点了，所以2点是你当然会做。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想，或者你更简单想，就是割线的方向其实就是这个减掉它，好，所以你写下来，割线方向就是 x t0 加上 h 减掉 x t0。好，这就是割线的方向。OK， 那割线方向跟切线方向就只差一点点咯，差哪一点？就是要让 h 趋近于0嘛，对不对？你让 h 趋近于0的话，然后它就会得到切线的方向。问题是，如果你是拿这个式子，你让 h 趋近于0的话，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00，得到00，因为它逼近到让 h 趋近到0的时候，两边刚好就叠在一起了，哦，相减是0，所以这样不行。所以你要做一个很巧妙的事情，这巧妙的事情就是说，割线方向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既然割线的方向是这样呢，我同时除以 h， 完全不影响我的割线方向，
哦，因为是向量，我现在把它从此乘以一个数，它仍然是在那个方向上，好，所以我现在除以 h 以后呢，它方向不变，这方向是可正可负的，这没有影响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让 h 趋近于0啊，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次你让 h 趋近于0的时候，你就得到 x' t0，y' t0。所以这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问题，就是说，当我要求切线的方向的时候，我利用刚刚这个程序，那你就得到这个其实就是切线的方向，这样子。这已经不是提示，我已经把它讲完了。但是好吧，因为我写的比较乱，你稍微把它整理一下，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那习题1.14呢，是利用这个刚刚讲这个方法去求2个点的切线方程。我故意出了一点比较麻烦的点，就是 t 等于0那一点。那你们可以小心的处理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基本函数的微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都是基本的想法以及它的定律。那关于真正的例子，我们只算了一点点我们算了常数。算了 x 或者 lambda x 或者 x 平方，我们大概只算了这些例子。我刚刚特别多写了一个 x3次方，但其实再回归到前面的极限。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一件事是，好，这是你们在高中可能老师或课本上到最后有归结到这个式子 xn 次方等于 n 乘以 xn 减1次方 ，OK。那这个证明当然有一个方式，就是写极限，用极限来写。那这是可以做的，因为我在上礼拜在讲极限的时候也说过，你们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呢，我已经说过，我尽量不去用极限。那请问这个要怎么样不用极限来写？尽量不用极限。我们讲最简单的例子。x 平方怎么样不用极限来写？把它写成 x 乘以 x， 那 x 微分我已经知道是1了，所以它等于 x' 乘上 x 加上 x 乘上 x'， 所以等于2x， 就这样子 ，OK。所以想当然了 ，x3次方可以如法炮制。好，那这边呢，我就需要你自己去想一下为什么下面写的是对的？你现在要做3个函数的微分你希望它长得对称，所以其实只有一个选择。x 微分都是1，所以把它3个合在一起就变成3x 平方 ，OK， 大概是这样。好了，但是当然，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开展一个n 个函数相乘的莱米兹法则，是可以的，这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有一些书会把它当做习题，写了。那我没有要这样做，我现在要反过来，我要利用这个，我要利用这个。那这你可以想成为什么要写成这样的第一个应用。所以 x 的 n 次方的微分，我现在利用刚刚我们证明出来那个式子，记得这边的 f(x) 是 x， 你要搞清楚你到底是哪个东西带 f(x) 所以 x 的 n 次方微分，现在依照刚刚的式变成 n 乘上 x 的 n 减1次方乘上 x 的微分，所以就是 n 乘上 x 的 n。OK， 其实我这样讲有点倒果为因就其实我是知道这个，我才知道这边要这样写 ，OK。但是因为我刚才证明这个式，并没有真正用到任何这边的式子，我只是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所以你不妨把它当做这是中间的一个想法，
那你如果不喜欢这个想法，其实你还有2个方式，一个方式就是我刚刚讲，你推广莱米兹法则，想成你有 n 个函数相乘，应该要怎么微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回归到最原来的极限，那这时候你就要会算 xn 次方减掉 a 的 n 次方，你要怎么样把它展开？那你如果这个很熟，也没有问题。好，所以在这个步骤其实是还蛮简单的。讲义上的做法是用归纳法。好了，那有了这个式子，基本上所有多项式你都会做，因为多项式就是单项式的和，所以你用四则运算就很简单可以写。但是我也不想太强调，因为这部分太简单了啊。通常你一写下，你通常自己就会做。那下一个是有理函数，其实你也会做，因为多项式你已经会做。有理函数是多项式除以多项式。那我们刚刚说这边有相除的规则，有四则运算，所以你也全部都会做。好，原则上全部都会做。好，所以譬如说习题16，好，他就给你针对这个式子，习题16呢，就告诉你说，其实 x 的负 n， 它的微分等于负 n 乘上 x 的负 n 减1。哦，我刚刚应该严格一点，我这边的 n 应该写成 n 是属于自然数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负的指数，那这边微分呢，事实上也有这个式子。那你有很多种做法可以做这个式子。好，你可以利用这个，第3个，你可以利用这个，因为现在是 x 的负 n， 所以是 x 的 n 次方分之一。那 x n 次方我们刚刚已经会做，所以你就直接带进去就可以了。OK， 就我这不特别讲，这是习题。然后习题 1.17 就是做一些有理函数的练习。OK。那我下面呢要开始进攻这个 x 的有理数次方的微分。好，我希望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在讲义上是把它写在习题里面。那我们来做里面最关键的，所以你看懂这个证明，大概基本上你就知道怎么做。我在讲义上写了2个写法，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部分呢，你还是要知道另外一个写法。什么写法呢？就是用极限来写的写法。那这个我留给你去看，就是你用极限来写，因此你要做的是有理化分子，其实就是讲义的第一种方法，这个你可以看一下。那我打铁趁热，我不用极限，我现在要讲的是我怎么样利用刚刚前面讲这些东西来做这个东西的微分。好，然后好，这个对吧？根号 x 的平方就是 x 嘛，因为这是根号的意思啊。好，等于 x。好，所以呢，你可以用莱米兹法则，或者它的进阶版，就是这个公式，这个公式。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f(x) 这一次是根号 x 跟刚刚不一样，在这个地方我要带习题 1.11， 但是 f(x) 呢是根号 x， 所以它的微分等于它的微分，但是 x 的微分我已经知道它是1，这个地方依照习题 1.11， 或者莱米兹法则。都可以，那你会得到它是2倍的根号 x 的2减1次方乘上根号 x 的微分。仔细看一下，它是对的。就是你现在 f(x) 来根号 x 以后带进来，你令 n 等于2，然后你去写这个式，这边就是2，这是2减1，然后是根号 x 的微分，这样子。好。现在假设你已经检查过了，所以我们来，所以你得到2倍的根号 x， 2减1就是1次方嘛，根号 x 的 prime， 然后呢要等于1，所以我得到根号 x 的微分等于1除以2倍的根号 x， 这样子。好，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得到。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写成1/2乘上 x 的负1/2，
你注意到我们这个是跟 x 的1/2次方，所以其实你是得到 x 的1/2次方的微分，这样。那这个写法呢，完全遵从了刚刚写的这个规则，所以你们经常都会记得，把它拿到前面，然后写减1嘛。那现在比较惊人的是，这个事情竟然在1/2次方也是对的，这个本来在你那边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事情。那既然到了这一步，你就会开始幻想了，就是是不是所有的至少有理数都是对的 ，OK？ 就是这个会不会等于 q 分之 p x 的 p 分之 q分之 p 减掉1这样子，然后答案是对的，答案是对的，而且呢方法就跟我刚刚做这个基本上完全一样，就它的最关键就是刚刚这个想法，其他没有什么，你就是好好把它写一遍，它就会对。如果你需要再多一点提示，就是 hint。x 的 q 分之 p 的 q 次方等于 x 的 p 次方，这样子，这提示。那这一步就相当于这一步，那你就开始微分，开始带刚刚的所有东西，你就可以算了，好吧？所以到了这一步呢，我们基本上已经得到 x 的 r 次方，它的微分呢会等于 r 乘上 x r 减1，非常非常的好。因为这样子表示它这个公式呢，其实对很多数都是对的，绝对不是你当初学的只有 x 的2次方、3次方这样子而已，其实很多都是对的。那我们后面还会再说明，其实它对 x 的根号2次方也是对的，不过这是后话，这以后再讲。好。那这个是跟就是多项式有关，虽然这个不见得是多项式，但是跟多项式啦、次方这些有关，那大概是这样处理的。我们接下来看三角函数。那三角函数因为基本上是 sin x 跟 cos x 所组合的，其他东西都是它的乘除的组合。那乘除组合在这边你可以用莱宾兹法则。可以用这个来处理，所以其实你心里面知道一件事，你只要会 sin x 跟 cos x 的微分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in x 的微分。这边刚刚这些法则都没用，因为你稍微仔细想一下，我们刚刚的那些特别的方法现在应该都没有用，因此你现在要回归到最基本的地方。那我先把结果写下来。三角函数实在很厉害，刚开头你学的时候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讨厌的函数，但你看它的微分，基本上 sin x 微分是 cos，cos 微分是负 sin，表示这些函数中间真的有很多这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没有办法了，我们要回归到 sin x 的微分等于 limit h 趋近于0。好，回归到基本定义。那在这个定义里面呢，你要用一点点三角恒等式，就是基本的，把它展开来 ，sin x cos h 加上 cos x sin h。3h， 好，然后开始整理一下 ，limit h 趋近于0 ，sin x 乘跟 sin x 有关的，把这一项写出来。这个式子。好，这就是你们前面习题做的，两部分都是习题。
就这部分会变成 sin x limit h 趋近于0 cos h 减1除以 h 加上 cos x limit。好，我们当初只做了 sin x 除以 x， 但没想到它延伸出来很多东西就全部都出来了。好，所以换句话说呢，这个极限，这个三角函数来讲，其实是一个基本的极限啊，因为我们不只做了，我们知道这个极限等于1，而且我们的习题里面说了，这个极限等于0。好，还要解释吗？因为这已经是习题了。cos h 是等于1减掉2倍的 sin 平方2/h， 好，这是三角恒等式，就是 cos。这两个消掉，所以变成 limit h 趋近于0-2。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用刚刚这个极限去把它做出来。好，那上次有个同学其实他提了一个，这个想法也不错，顺便跟你们说一下。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我们不是已经知道 sin h 除以 h 在 h 趋近于0的时候是1吗？所以这表示当 h 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表示当 h 很小，sin h 大致上跟 h 是一样的，因为你在做这个极限的时候，它后来是越来越趋近于1嘛，所以表示在 h 很小的时候 ，sin h 跟 h 大致上是一样。好，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不断的用到这件事情，但我现在可以把它用在这里。假设 sin h 跟 h 差不多。这个式子是什么？-2，这个是 sin 2/h 的平方除以 h。因为有这个式子，所以 sin 2/h 大概跟2/h 一样大，所以它变成2/h 的平方除以 h。在求极限的时候，它大致上是一样，但这就是简单多了，因为 sin 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0，因为上面是 h 平方除以 h， 所以剩下一个 h 在那边，这就是0，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写清楚为什么你知道这样是对的。好，那最后习题1.19，应该是这样讲，利用完全一样的过程，你可以证明cosine 不是 cosine x 的微分是负 sin x， 中间唯一要用到的是 cosine x 加 h， 你也会把它展开来，这你唯一要用到。然后再过来就是习题1.19，它不单只是习题，所有三角函数的导函数你都要很熟练，很快的可以把它写出来。上一次这个基本函数的导函数，还有一个还没讲，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上次讲了导函数的4则运算，所以加减乘除我们都会算，但是前面我们经常看到的合成函数的那个运算，那虽然不是严格来讲不是4则运算，但是我们前面在谈极限的时候其实都谈过了。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并没有谈，那这个等到今天再说。然后我们谈到的基本函数呢，当然最大宗是这个 x 的 r 次方这个微分。然后呢，利用4则运算，其实我们也可以谈有理函数的微分，就是所有的有理函数的微分都会了。那另外一个大系列呢是三角函数。那虽然严格上我们只讲了 sin x 跟 cosine x， 但是其他的因为都是 sin 跟 cosine 的乘除的运算，
所以依照4的运算也全部都会算。好，所以今天我要假设这些东西你们都知道 ，OK， 最好是知道到你就会算。好，那我们上次最后呢没有做的事情是最后一个例子。是 log x 的微分啊，自然对数。那这个我们就直接依照定义来写。因为它没有办法再画到多项式啦，三角函数，这是另外一个系列。所以我们只好又回归到极限。好，虽然我前面讲说我尽量不用极限，但这个是第二个我没办法，好，还是得要回到极限来写。这个极限看起来有点陌生，好，所以要稍微做一点改变。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用对数律，把上面的分子呢改写成除法 x 加上 h 除以 x 这样子。那你心里面知道的是，因为关于极限啊，比较特别的极限，我们只学过2个，一个跟三角函数有关，一个跟对数有关，所以这个想必就是那个。好，现在只是说你要怎么样的把它变到那边去。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好，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好了，也不见得是这，另外还有一个，突然想起来了，关于对数跟是这样吗？1，好，还有一个，以及跟这个有关，我想想看，这个应该是，好像我也可以用这个。好，我等一下可能要用到这个。好，先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直接的计算应该是用到这个，下面这个。好了，那上面这个有点样子，好，它看起来是这样 ，log 1加上 x 分之 h， 我把它重新写成这样子。好，然后呢，再利用对数律，把它写成 log 1加上 x 分之1。OK， 那这个就跟下面这个很像，好。好，所以现在想办法去处理这个极限。那这边要用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利用自然对数是连续函数，所以呢，我把 log 写来，我可以把极限写进去。好，写成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是用到自然对数是连续函数。好，那写到这边呢，我们要处理这个极限。这个极限其实就是我们前面在讲1加 n 分之1的 n 次方，那中间有好几个变形在习题里面。那这是中间的一个，所以我们现在练习写一下。我写在这边好了。好，我们要计算这个极限。那我现在令，好吧，写成，我令 h 要等于什么？令 k 等于，好，这样子。那因为这个 x 是在这个问题里面 ，x 是某一个固定的数。好，你如果觉得有点怪的话，你可以想成把 x 写成 a， 就想成是一个固定的数，所以这里面只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因此 h 趋近于0的话，相当于 k 趋近于0，所以我可以写成这样。然后这个地方就改写成 h 除以 x 是 k，
h 分之一呢，现在写成这样子，所以你得到它等于看一下，等于 h 分之一等于 x。OK， 好，先这样。所以呢，等于 limit k 趋近于0，1加上 k 的 k 分之一次方，好，然后的 x 分之一次方。好，所以它就等于，那这个地方，好，利用前面这个式子得到1，所以1的 x 分之一，好，等一下，为什么我这边可以写这么短？好吧，那这是1的 x 分之一是这个极限，好，所以是这个式子，所以现在这个式子把它带到这个式里面来，所以变成 log 1的 x 分之一次方 x 分之一 ，OK， 所以呢，我们计算的结果得到 log x 微分 x 分之一，好，计算过程有一点长。但这结果其实有点令人意外，因为对数的，这表示说对数自然对数的这个函数啊，它每一点的导函数呢，那个公式本身是有理函数，啊，我们前面这些例子里面，多项式有理函数，它的微分都是自己的朋友这样子。多项式的微分都是多项式，有理函数的微分都是有理函数，三角函数的微分都是一堆三角函数混在一起。只有这个对数函数很奇怪，它的微分呢是一个有理函数，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搭嘎不同国的东西。那这个很奇妙所以因为很奇妙，所以同时也很重要。这个微分是 x 分之一。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东西。好，这是这个式子。然后呢，它有一个习题，不过这习题我就顺便讲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般的对数函数的微分。那一般对数函数唯一的区别是这个地方 a 的底，这个底不一样。那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可以写成自然对数，写成这样子。所以它不需要再经过极限，它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变换。这个微分呢等于 log a 这是常数，可以提出来，乘上 x， 这样子。所以这是整个对数函数的导函数。所以这是最后的例子。所以到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做很多函数的微分了。举例来讲，这下面只是一些你需要自己验证的例子。好，其实也不用，就譬如说，你现在应该会做 x sin x 的微分，也会做 sin x 的微分，也可以做log x 乘以 sin x 的微分，像这些问题，现在你应该都会做，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那些积木积木的最基本的那个元件多项式三角函数，然后对数，所以像这些问题呢，你现在透过四则运算把它凑在一起，那所有的微分至少就这部分来讲，其实你全部都会了。所以其实你已经会很多咯。在这个就是在你现在会的东西之下。不过显然，当然我们还漏了一些东西。那提醒你一下，我们漏了什么东西？我们还漏了，就是说，反三角函数。譬如说2的 x 次方1的 x 次方，这些都还没做，所以还有一些，基本上是差不多还有一半，我们还没做。
刚刚这边写的时候，我刚刚讲多项式其实有点少哦。其实因为写成 r 的话，它可以是有理数，所以其实所有的根式啊 ，x 的 p 次方开 q 次方啊，这也就是 x 的 p 分之 q，q 分之 p 啊，这其实我们也都会。OK， 刚忘掉了。